在無數個寂靜的夜晚，我總會夢見那片深邃的奶藍色，那裡湖面如鏡，群山不語，那種觸手可及的純淨一直在呼喚我。又是通勤路上的平淡一天，但腦海裡那片藍色怎麼也揮之不去。既然心已經留在了那裡，那就出發吧。這一次，我要跨越半個地球的距離，去尋找夢中的那個答案。原來，所有的向往都有了回響。放下一路奔波的行李，我只想在這裡虛度光陰。推開陽台門的那一刻，瓦卡蒂普湖就這樣毫無遮攔地撞進眼裡。夢裡的那些顏色，好像真的被我找到了。這一刻，我就在風景裡。山上的这個風還挺大的，現在這個觀景台上來俯瞰整個皇後鎮的全景。下面可以看到高爾夫球場，還有一個皇後鎮的花園。這個地方真的好適合打高爾夫球啊！來看看新西蘭的物價怎麼樣。我們來到了一個叫 Woolworths 的超市，我看這也是皇後鎮最大的超市吧。3個牛油果4塊5，這個價錢我覺得還可以。新西蘭的這個 dollar 和歐元比大概是2比1，那算下來就是2塊2毛5 3個，還可以，拿3個。這都已經晚上了，快關門了。我看還有這麼多蛋糕，這邊物產還真的是挺豐富的。在選飲料時，特地選了這邊特有的這種椰子和菠蘿的氣泡水，嘗一嘗味道。滿載而歸的一天，買了一堆的牛奶、水。還有披薩，這是澳洲牛肉做成的披薩，要11塊多新幣。叮！我們現在在去魔戒的拍攝地格林諾奇的路上，這一段公路本身就是一個景點，說是世界最美公路之一。哇！然後現在就是停停拍拍，就可以看到對面現在海的雪山，還有這個藍綠色的湖水，就是有一點下雨。這個山區的天氣確實特別不穩定。里耶皇后鎮開車45分鐘，我們到了格林諾奇小鎮。這個小鎮呢是很多有名的電影的取景地，包括魔戒，還有霍比特人。
看到後面就是一大片的田野，還有雪山了。我觉得這個地方的感覺有點像挪威，哇，這個風好大，就有點像挪威和瑞士的一個加強版，就它既有挪威的峽灣一樣，也有瑞士一大片一大片的草地，還有牛羊這樣子。這裡就是格林諾奇的打卡點紅房子。其實呢，它只是一個倉庫，就是在碼頭上面的一個裝東西卸貨的倉庫。但是為什麼現在這麼出名呢？就是它有點類似於劍鎮的老街，或者是瓦納卡的孤獨的樹，其實就是一個地標。很多新西蘭南島的明信片都會有這個紅房子，所以它現在這麼出名。這個風我覺得是不輸挪威和法羅群島的風，但是那是冬天，這夏天居然。這瓦人真的是，這其實溫度其實今天已經有20多度了，但是風吹的感覺也就10度。哦天哪！咱也在這個碼頭旁邊的這個路燈下來一張照片。哇，就是風太大了，實在是沒法拍啊。這個就是格林諾奇的散步道了，來回要走大概1到2個小時。你看，它有寫，你可以走路，可以拍照，可以休息、遛狗、划船，不能騎自行車上下坡，骑馬不能射擊。來格林諾奇不需要什麼攻略，沿着湖邊的步道漫步，看遠山一點點推開雲霧。這裡的魯冰花開得正盛，時間在這裡好像慢得不像話。咱也嘗一嘗網紅漢堡是個什麼味道。我們點的是牛肉漢堡，看，巨大的一個大漢堡。你點的這個牛肉漢堡，你看這個牛肉是不是超大一層？奢華版。好香啊！现在我們來到了劍鎮，離皇後鎮大概開車20多分鐘。這個小鎮呢是19世紀開始出名的，主要就是當時有一個淘金的一個熱潮，當時有一些人是在這個附近有一條河叫劍河，找到了黃金，所以這個小鎮就這樣子發展起來了。可以看到這就是它的老街了，也就是它最有名的一條主街。這兩邊的建築還是19世紀仿照那個時候的建築的風格，我覺得有點像美國的那個大西北部的一種建築風格吧，特別的古老感覺。告別格林諾奇，今天我們要翻過山路去瓦納卡，去湖邊吹吹風，順便去看看那棵在水裡站了很久的孤獨的樹。從皇後鎮開車1個小時多，我們到了瓦納卡。這個小鎮呢，其實也是毛利語，這個景色實在是太不真實了，這比我看到的
風景的那个拍网上的照片还要漂亮。雪山映照着蓝色的湖泊，感觉时间好像都停滞了一樣。来到了瓦纳卡最有名的打卡点——孤獨的樹，就它一棵靜靜地立在水中央。其實這個實際上呢是一個農場主陸地上的樹，只是後來這棵樹被水淹了，所以現在就變成了水中的樹。然後在雪山的映照下，真的好漂亮啊！我以為瓦納卡湖已經夠驚豔了，結果呢，現在路上看到了哈維亞湖，更漂亮了，一個比一個的漂亮。主要是這個藍綠色的湖水顏色太美了，哇！這裡是 Lindis Pass， 新西蘭南島最美的荒原公路之一。隨着海拔升高，柔美的湖泊被留在了身後，取而代之的是延綿起伏的，如絲絨般的枯色草甸。而正當我沉浸在這份荒涼之美時，轉角處風景卻又再次溫柔了。路邊這片野蠻生長的魯濱花海和慢悠悠吃草的牛群，猝不及防的就把行程又帶回了那首寫給大地的田園詩裡。從蒂亞瑙出發，這一路的變化快得讓人應接不暇。轉個彎，人就鑽進了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這裡的山谷深得有點不真實，路邊隨處可見不知名的瀑布掛在懸崖上。我開始明白，為什麼大家都說去米爾福德的精髓，其實全在這條路上了。我們已經到米爾福德峽灣了，從蒂亞瑙開車過來大概2個小時，一路上的景色也是很漂亮的。身後的這個船就是我們今天要坐的這個船，大概2個小時。說是米爾福德峽灣被稱為世界8大奇蹟之一，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這樣，我們去看一下。這也是我第一次過來，說沿途還能看得到一些野生動物，看一看我們有沒有這樣的運氣了。
回程路上遇到了這位地頭蛇 Kia， 這種新西蘭特有的高山鸚鵡，聰明絕頂，但主業好像是攔路要飯。去往但尼丁的路上，視線裡除了綠意，就是這些散落在山坡上的雲朵。這種時候才會真切地感受到，為什麼大家會說新西蘭是騎在羊背上的國家。從無人機的鏡頭看下去，漫山遍野的綿羊在草地上緩慢移動，這種田園牧歌般的治癒感，大概就是南島最迷人的底色了。在但尼丁的最美沙滩看到了海狮，一開始我還不抱什麼希望，因為下着大雨。結果的話呢，就看到下面像兩個黑石頭一樣，但是在動，然後兩隻海獅在睡覺。就是一路上的路特別難走，就是都是沙灘，很泥濘。你看，鞋都成泥的了。走进但尼丁，就像誤入了某個遙遠的歐洲小鎮。街道兩旁滿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舊建築，沉靜的石頭牆和古老的火車站，記錄着這座城市的時光。來打卡一下世界最陡的街道，這個坡度有35度。你看上面還有一個自行車，我覺得這個地方從最高處直接騎自行車滑下來，一定很爽。你看當地居民他都只是停在旁邊，沒有人敢停在上面。這還沒上幾步路，離那個最陡街道還好遠，已經氣喘的不行，走不上去了。你說這當地人一般回家咋回啊？我覺得車都很難開上去哎。這居然兩邊都是居民區，這哪裡不難？這很難啊，還不如走台階呢。這出去一趟，去趟超市都費勁。在快到奧馬魯的地方，又看到了海豹，有兩隻懶洋洋的躺在沙灘上曬太陽睡覺。看，感覺到這個身上看，頭一動一動的。水裡兩隻海豹在打架。其中一個在岸上睡覺，另外一個游過來了，在另外一個岸上睡覺。可能這個覺得他打擾到自己了，所以就跑過去趕他，
然後两人現在在水裡扭成一團。这只海豹竟一點都不怕人，直衝着我們就過來了，搞得我們只能步步後退，給這位大佬讓路。终于到了特卡波了，開的時間也夠久的，現在已經都9點多了，快日落了。啊，明天再帶你們看一看外面的風景。我們這個酒店就直接對着特卡波湖，太漂亮了。去參觀一下我們這幾天要住的房間了。樓上呢是客廳，還有廚房。外面明天就能看到特卡波湖了，然後樓下是臥室。這是一個衣帽間，裡面還有衛生間。然後這邊就是臥室了，後面還有一個洗衣房。我們剛才已經讓洗衣機先洗一輪了。這邊還有一個臥室以及一個衛生間。房子真的好大，這邊真的是，我覺得房間真的面積都好大，每個住的都很大。準備洗洗睡覺啦。现在在約翰山的山頂，來新西蘭這麼多天，這第一個這個路段是要收費的，收了14新幣上來。不過這個風景是真的美，就是風好大。我們看有一條徒步路線是3個小時，沿着這個山轉一圈，有上坡下坡。但我看現在這個風大的程度，估計我們走一走，看看景，拍拍照，差不多就可以下去了。後面就是這個特別有名的 Astro 的一個咖啡館，這個的話，說是也是被評為世界上最美的咖啡館之一。不過我看裡面好多人都在裡面，大家都是站着喝咖啡，估計是因為外面太冷了的緣故。這個約翰山從上面看特卡波湖，哇，我才發現這個湖水的顏色是奶藍奶藍的，我覺得應該都是冰川融水形成的，這顏色實在是太漂亮了。在特卡波，一定要開車上一次約翰山。山頂這條徒步道能讓你從高處直接俯瞰這片奶藍色，每一眼看過去都是毫無遮擋的湖光山色。從約翰山下來之後，再往前開特卡波的反方向，然後我們發現了一片魯冰花花海，這感覺都不用去特卡波了，這兒就有一片花海，後面就是雪山和湖泊了。好漂亮啊！我好像在德國都沒怎麼見過魯冰花。你看，這有紫的、粉的，各個顏色的，太漂亮了。
下山回到特卡波市區的湖邊，這裡依然開滿了魯冰花，雖然沒法像剛才那樣包攬整片寧靜，這種熱熱鬧鬧的湖邊午後，倒也多了一份人間煙火氣。Hello， 今天我们来到了库克山，这也是新西蘭的第一高峰，是毛利人心中的神山，然後毛利語叫做 Aoraki， 然後就是我後面的這個山了。你看這個山看着海拔數不是很高，但也都是新西蘭第一高峰，海拔大概3700多米。你看山頂上那個白色的部分，感覺像冰淇淋，可以一口把它啃掉。現在我們準備走胡克峽谷步道了。這個步道呢是有3個吊橋可以看到不同角度的庫克山。但是呢，現在第3座吊橋是在修繕中，所以我們只能走到第2座吊橋附近來拍庫克山了。去看看我們今天能看到什麼。希望風不要太大。這邊是一個登山紀念碑，紀念在這個地方逝世的人。我看有的是直升飛機墜落。有的是在這邊登山的時候，登庫克山的時候，然後給摔下去的。然後我們今天的步道應該就是旁邊紀念碑左邊這塊有很多人在那兒走的那一線了。看看是不是能離庫克山近一點，看看它的樣子。下面這個吊橋就是我們今天遇到的第1個吊橋了，走過來也不遠，大概20多分鐘吧。這個旁邊的湖泊就是冰川湖泊，叫做米勒湖，顏色我看還不如剛才的普卡基湖好看，是有一點偏灰色的。不能過20人以上，要不然這個橋就斷了，只能過1到20人。我還得去數一下。你看，我看這邊大家都在等着對面的人過來，等他們都過來之後再走，都在排隊。這橋晃得好厲害啊！哎，我怎麼感覺這麼多人？是不是已經超過20個人了啊？好害怕！這是個木橋哎，你看，我以為是個鐵索橋。好熱啊！今天可能太陽出來了，我還穿了個毛衣，想着今天要來庫克山雪山這邊可能會冷，想着一會兒把毛衣脫了吧。我看後面的這個冰川湖不是很好看，我看它這顏色有可能是下面的這個沙土進去了，所以的話這個湖水的顏色有點灰蒙蒙的。其實你也不能說這邊的步道人比瑞士多，我記得瑞士那邊那個觀景台。那個 Klindvad 上面那個觀景台人也好多，只是那邊瑞士徒步時間太長了，動不動都5、6個小時。你這邊要徒步5、6個小時，估計也就沒人了。哎，你看，那個上面那一片，那個就冰川了，就有點發綠色、藍色那塊，就那個人拍照的地方。我們就只能走到這個地方了，前面就施工的路段，建築工地軌道關閉，也禁止入內。我都能看到遠處有2根柱子的地方，應該就是第2座吊橋了。那也就是說，我們是可以走到快到第2座吊橋了跟前，然後第3座吊橋完全看不到，就是看不到那個冰川湖的那個部分了。庫克山的話。近看還不如遠看呢。從遠處看，配着那個湖泊，好像更漂亮。近看感覺就一般，感覺就是一片的山，因為主要它山不高，所以看着就沒有那麼雄偉。我們在這兒也走不過去了，休整休整就準備去那個塔斯曼冰川徒步路線，那個更短，1個多小時就走完了，去那邊看一看。我們現在過去很近，這個的話看冰川15分鐘，看湖泊25分鐘就到了。
去冰川的路上有一個藍湖，我感覺也不是藍色的，是綠色的。你看下面有2個人可以下去，就不下去了。覺得遠看好像比近看更好看一點，近看的話可能雪山就照不到了。這一路都是上坡，爬上來還挺累的。這條路上人沒有那麼多，很多我看旅行團都不停這個地兒。估計現在夏天可能冰川也少吧。哇，這就是塔斯曼冰川了。我看到冬天的照片，上面還有很多冰在水上浮着，現在都沒有了。顏色好像可能也是受這個沙土和雨水的影響，也沒有那麼藍。還是偏淺綠色多一點，灰綠吧。一直聽到直升飛機的轟隆隆的聲音，這應該有一個直升飛機的一個冰川的團，就是你可以坐直升飛機近距離觀看這個冰川的樣子。從庫克山往回開，雪山下的普卡基湖就這樣毫無預兆地鋪開。當遠處的群山和近處的奶藍色湖水重疊在一起，我突然愣住了。這不就是那個反覆出現在我夢裡的場景嗎？原來那些不真實的色彩在這裡都是真的。我們酒店旁邊就是這個特卡波湖了，不是在鎮中心，在鎮旁邊，它新開發的這個區域。我覺得特卡波湖這樣看，還不如今天去的那個普卡基湖好看。感覺就是它沒有庫克山那個雪山圍繞着，就沒有那個感覺在，就只是一個湖，而且顏色也沒有普卡基那個湖，就是那種奶藍色那個好看。這邊生態也太好了吧！你看到沒有，2隻兔子在往上跑。南島的最後一站來到了基督城，這是一座從廢墟中開出花來的城市。街道上緩緩駛過的木質有軌電車，叮叮當當地敲擊着時光。這裡沒有了南島荒野的冷峻，處處透着一種優雅又自在的生活節奏。來到了奧克蘭旁邊的一個半島上來看日落。今天天氣是真的好，這真的是一次完美的新西蘭之旅。現在太陽已經下去一點點，剛才拍到了完美的日落。這次新西蘭之旅真的是太難忘了，我一定會再來的。看看我們的花絮吧。